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提到荣耀的 MagicBook，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长续航，其次是高素质屏幕、金属机身等等，在5000元左右大家关注的要素。可以说，在主流价位段，荣耀的轻薄本已经成功拿下了自己的一片市场。而荣耀显然不仅仅满足于主流级的产品啊，这次他们又推出了定位高端的 MagicBook Art 14，看名字就知道这台电脑主打的是轻薄、美学和艺术。别的不说，光看这个可磁吸收纳的摄像头就足够吸引人眼球的啦。它的表现怎么样呢？下面就来赶紧看看吧。先来介绍一下配置，它采用的是 Ultra 7 155H 处理器，没有独显。内存是板载的 32GB LPDDR5X 7467兆赫兹，硬盘是 1TB 的西数 SN560。屏幕的尺寸有些特殊啊，14.6英寸3120×2080的广色域 OLED 触屏，刷新率为120赫兹。从定价可以看出，这台电脑的定位比以往的 MagicBook 系列高了不少，在荣耀家族里是旗舰级的轻薄本了。下面来看一下外观，这台电脑有夏日橄榄和日出印象这两种配色。夏日橄榄嘛，均匀的绿色，而日出印象的色彩就比较丰富了。A 面采用了和之前 MagicBook Pro 16类似的浅色彩虹渐变，CD 面呢则是那种略微偏冷色调的蓝白。两种颜色的表面材质也有所不同啊。绿色版采用的是绒毛喷涂的工艺，摸起来是类纸质的触感，而白色则是类肤的涂层，手感非常顺滑，拿起来的时候甚至要小心一些啊，不要溜出去了。两种涂层的抗污性呢都还算不错，不用太担心指纹沾染的问题。实际上手之后，这台电脑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薄。有多薄呢？实测最后处只有13.3毫米，比一些无风扇的超薄本还要薄。而且机身前端远离接口的部分进行了第二次收窄，视觉上会更加苗条一些。与薄相对应的是轻，它的重量控制在了 1.03千克，这样的笔记本拿在手上真的会有一种工艺品的感觉啊。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，它的机身很薄，但是键盘键程并没有缩水，仍然能够保持轻薄本平均水平以上的手感，可见内部应该是为了键盘留足了空间的。下方是带有震动反馈的压感触控板，支持滑动调节亮度和音量、三指拖拽等手势操作。然后来看一下屏幕，MagicBook Art 14采用的是一块全新的 14.6英寸无网格 OLED 触屏，尺寸比常规的14英寸大一些，再加上无摄像头的超窄边框，在观感上非常出色啊。当然，大家可能会问啊，取消了上边框的摄像头，那视频会议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荣耀给它标配了一个磁吸式的 1080P 相机模块，官方名称叫做灵动慧眼，需要的时候吸上去就可以了，甚至还可以180度翻转过来拍摄对面。其实类似的顶部磁吸式配件，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不少了。荣耀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在机身上给了这个摄像头专门设计了一个收纳方式啊，只要按压一下机身侧边就可以弹出，既方便又不失优雅。屏幕的实测部分，这块面板来自和辉光电，在原生模式下，它的实测色域容积达到了 129.7% 的 P3， 色域覆盖 100% 的 P3， 3个常用色域几乎盖满，非常顶。当然，这么广的色域，在遇到色彩管理比较差的软件时，容易出现过饱和，所以它还有 sRGB 和 P3 的模式，给对应色域进行了限缩。色准方面，每个模式下都有校色文件，实测平均delta E 0.66，最大不到2，表现优秀。屏幕在默认亮度下最高485尼特，开启 HDR 后局部最高可以达到690尼特。它在 43% 以上亮度为类 DC 调光， 43% 以下则是4320兆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，基本不用担心伤眼的问题。从实测数据来看， MagicBook Art 14的屏幕表现非常优秀，这块屏幕几乎是把技能树都点满了，属于6边形战士。再加上独一份的超高屏占比，实际观感可以说是轻薄本中最顶级的那一档。如果一定要挑刺儿的话，我发现啊，它的圆角屏幕在某些软件中会导致边缘少显示一些内容，可能需要留意一下。接口方面，机身右侧是一个 5G 的 USB-A、HDMI 和 3.5 毫米的耳麦接口，左侧是一个雷电4和一个全功能的 Type-C。这个接口数量不算特别丰富，但考虑到它是一台厚度仅有 13.3 毫米的超薄本啊，同类竞品几乎都是全 C 口的， MagicBook Art 14这个配置已经是遥遥领先了，没有为了美观牺牲太多的实用性。不得不说啊，这台电脑初见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惊艳，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精致感。不过呢，我们在实际测试之中还发现了一些值得改进的点。首先是它的键盘背光不够均匀，打开之后反而会降低颜值，这一点在白底灰字的白色版本上面非常明显，绿色版则基本没有影响。另一个则来自于压感触控板，我们这两台电脑的触控板手感呢并不一致，白色的这台啊震动反馈偏弱，即使是控制中心里调节之后呢，体验还是一般。荣耀客户反馈说是工程机的问题，量产机上的组装工艺能够确保手感一致，
各位有条件的话，也可以去实体店验证一下。总之，瑕不掩瑜吧，我觉得这台电脑的外观做工确实对得上 ART 的名号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实机，它的美学设计绝对是值得好评的。只是呢，在部分细节上面还需要打磨。看完外观，下面进入到性能测试。处理器它采用的是 Ultra 715H， 单核性能方面，23单线程1687分，比我们数据库里的基准略低一些。从记录的 log 可以看出，跑分中存在过热降频的情况。多核方面，跑一遍 R13循环，首轮能够跑到11147分，之后回落到9800分附近。跑分时，第一轮功耗可以在40瓦以上维持一段时间，然后下降到了26瓦。从第二轮开始 ，CPU 在40瓦以上的时间就很短了，几乎都是在26瓦跑完的。第一轮 CPU 能够达到接近100度，之后则是维持在80度左右。这个性能释放水平肯定比不过大多数的核显轻薄本啊。作为一台只有13毫米厚1000克的笔电，它就不是性能取向的，功耗能够满足轻度办公使用就够了。GPU 方面 ，Ultra 715H 搭配的是128 EU 的2核显，实测 308 TimeSpy 3123分 ，FACE 3804分 ，Superposition 校试1928分，同样低于基准值。测试中发现它的核显频率受到了一定限制。以 FSE 为例，跑分时核显在 1.5GHz 左右，比 Intel 规定的上限 2.25GHz 低了不少。实际应用方面，游戏我们测试了 1080p 低画质的原神和最低画质的古墓丽影暗影，平均分别是58和54帧，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玩。PS 能够跑到957分，可以满足轻度的修图工作或者出差在外应个急。不难看出啊 ，MagicBook Art 14为了把机身做轻薄，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性能方面的表现。这台电脑的定位就是满足便携和办公需求，不适合大型游戏、深度视频剪辑等重活。而针对办公、会议等典型使用场景，荣耀也给这台电脑增加了多种 AI 辅助的功能。比如在磁吸摄像头接入之后，屏幕会自动弹出会议相关的功能入口，不仅能给自己的声音降噪，还能给对方的声音降噪。同样实用的还有 AI 字幕，可以在开会的时候记录对话，直接保存到荣耀笔记，也可以在看生肉的时候进行简单的中英互译。另外，在需要连接外屏的时候，可以使用这个隐私投屏功能，只把要展示的窗口投屏出去。这一点在开会讲 PPT 的时候应该很实用，可以防止把自己的桌面公之于众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尴尬。除了会议相关，拥有 AI 助手的其他功能也进行了升级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智慧搜索。现在它可以根据关键词直接定位到文件里的内容了。就比如我搜索汉堡，除了文件名中包含汉堡的项目之外，名称是一团乱码的汉堡照片也能被识别出来。另外，它还支持时间维度的语义搜索。当检索结果比较多的时候，加上一个去年之类的关键词，它就会把去年拍摄的照片优先展示。我实验了一下，目前图片和文档都是可以读取内容的。它未来还会通过软件升级支持视频内容的搜索。由于时间关系，这次我没有体验到。至于搜索的原理，我估计是电脑在闲暇时间对本地文件进行了读取和向量化，分析完成的索引保存在了地盘的这个文件夹里。另外，荣耀一直都有的互联互通功能也没有缺席，电脑可以和手机以及平板互联，实现多屏协同、一键互传、笔记同步等等实用的功能。往期的视频中我们已经多次展示了，这里就不过多废话了。总之，荣耀的笔记本往往不局限于 Windows 这一个生态，一些 AI 和智慧互联相关的功能，在实际办公应用中或多或少都能用得上。好了，下面进入比巴传统的拆机环节。这台电脑拆解不难，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注意啊，它的后出风口和底壳是连在一起的，撬的时候要小心别掰断了，反正我没掰断。机身内部的空间利用率很高，基本没有闲置的地方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摄像头收纳系统的结构非常精巧。有关续航、内存、硬盘、网卡的实测，我们做了表格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。网卡稳定性测试中，它在3分钟之后的速度会下降一些，好在没有出现断流，日常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来看散热部分，由于机身很薄，它并没有采用常规的热管，而是使用了 VC 均热板加上双风扇的设计。下面用烤鸡来实测一下散热表现。室温25摄氏度，单口 FPU，CPU 功耗维持在26瓦，83度 ，P 核2.0到2.5G 赫兹，E 核1.3到1.8G 赫兹。表面温度方面，键盘中央靠上部分比较热，温度最高键帽44.7度，背面也有47.5度，整体来说会有比较明显的热感。噪音方面，满载人为分贝值是43.2分贝。总的来说 ，MagicBook Art 14的散热表现中规中矩。作为13毫米左右的超轻薄本，它的散热模组体积受到了很大限制，散热水平不如常规的轻薄本是很正常的。
其实，在过去几年，这个厚度下基本都是无风扇被动散热的笔记本，烤机功耗也就个位数。这台电脑能够塞进去风扇，散热表现已经进步很多了，足够满足日常使用了。好了，测试了这么多项目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3条缺点供各位参考。这么长时间测下来，这台 MagicBook 24给我的总体感受就是惊喜。之前荣耀轻薄本的重心一直放在主流价位，并没有做顶级高端轻薄本的经验啊。当我听说荣耀一上来就要做1000克重的工艺品级轻薄本时，不禁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啊。毕竟高端化做起来并不容易啊，翻车的例子年年都有，我就不举例了。不过从实测结果来看，荣耀这台 MagicBook 24的完成度其实是相当高的，它的外观做工都达到了旗舰级应有的水准，屏幕和厚度的参数呢甚至是刷新记录的。与此同时，它还拥有磁吸收纳摄像头、AI 助手等多个创新点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以往超轻薄机型上面的一些共性问题，就比如全 C 口布局、键盘键程短等等，它也成功避开了。真的很难相信啊，它是这个系列里的首台机型。如果你正好是预算比较充足、对电脑做工品质感要求比较高的办公人士，那它确实是值得考虑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，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，这是笔8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